现在的相亲市场有多卷，33岁帅小伙自信满满去相亲，原本以为凭着自己帅气的外表和不错的经济条件，应该会是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女孩的百般嫌弃。你现在一年有20万吗？差不多。差不多，那就是还差点。你有存款吗？存款有，不多，10万以下。10万以下。显然小伙引以为傲的资本，在女孩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女孩也认为小伙目前的经济实力确实有限，很难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立足。特别是得知小伙现在还是租住的房子时，更是直接表态。买房不结婚，不可能结了婚还租的房子里面，然后房东让你走，你还得再搬家。小伙听后也是直接破防，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你这要求是不是过高了？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身价跟我谈这些？那我肯定图你一点嘛，图你长得美，还是图你能挣钱，还是图你温柔贤惠？我总要图一点，图你有女人味。我啥都图不了的时候，你还让我去给你买房买车。这个被其刀吐血的小伙就是宋先生，来自浙江湖州，今年33岁，目前在杭州做一名带货主播。虽然10万左右的年收入并不是很高，但宋先生凭借其俊朗的外表，在相亲市场上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受到不少女嘉宾的青睐。首先出场的美女叫婷婷，今年29岁，作为一名平面模特，婷婷的身材颜值自然没得说，身边更是不乏众多追求者。也许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魅力，又或许是为了试探宋先生的能力，婷婷一上来就调侃起了自己的前男友。我说你60万年薪差不多1万，一个月5万，对不对？5万去掉你一个月生活费1万5，你爸妈的话一个月至少给1万，2个人老人你给他1万，就2万5下钱。他房贷的话一个月是6000多，加这个3万多，3万多的话，以后养孩子呢，你就拿着1万4养孩子。养老婆。宋先生当然明白女孩的用意，无非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他给你算这笔账是什么意思？年薪60万的都养不起他都不配跟他结婚，这个意思吗？讲完这些，婷婷明显感觉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婷婷称自己的前男友在上海拥有一座大商场，里面人均消费1000元的餐厅可以随意选择，而她在情人节收过的最大红包更是让人无法想象。我最大的红包52万。52万怎么发？银行转账票，我能比你收得到比这个再大的红包。宋先生听后也是满脸惊愕，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同时也认为这个女孩不够单纯和务实，不是过日子的人选。1.8米，年薪80万以上，还在上海有房有车，还给你转50万那个红包。哎呦，你这说给谁听？说给我听啊！于是节目组很快安排了第2位女嘉宾，曼曼来自西安，今年29岁，现在杭州开了一家舞蹈工作室，年收入20万元左右。曼曼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像查户口似的对着宋先生就是连珠炮式的提问，小到家庭状况、生活经历，大到人生规划，一个都没放过。虽然宋先生回答足够小心谨慎，但似乎并没有令他满意。让人感觉他创业经历也挺多的，但是对于未来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吧。不过开始的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的才是重点。当他得知宋先生目前在杭州无房无车，并且收入存款也不多时，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就是现在可以没有，但是你得有规划，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要买，或者说你是要先结婚再买房呢，你还是先买房后结婚呢？你是怎么想的？买房不结婚。看来两人在租房结婚还是买房结婚上意见并不统一。为了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红娘就提出了共同出资买房的可能性，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曼曼的强烈反对。如果有的男朋友的话，可以和男朋友一起买吗？不用，我自己买。看来曼曼早有买房的打算，并且不想有男方的参与。宋先生听后则觉得女孩有点吹牛的成分。要知道杭州虽然比不上北上广，但是中心的房价也绝对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承受得起的。想要近一点的，听到没有？这个我们的什么路啊？这个是市中心了吧？西湖文化广场附近，他说要近一点啊，他要买一套小的，好厉害啊！随后的聊天中，宋先生提出，如果两人感情真的到位了，贷款买房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问曼曼对此有何想法。曼曼表示，贷款可以2个人一起还，但必须有一个条件，一起还写肯定也写2个人的名字呀。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不是说我娶老婆我就一定要去买一套房，然后只写我自己的名字。宋先生听完直接不干了，觉得这样自己太吃亏，根本不可能。他一年赚多少钱？那你要让我去拿个首付，你说我俩一起还，那房子写你名字，我就想问一句，为什么？凭什么？显然这次相亲是失败的。其实从两人的谈话中不难看出来，与其说是房子的问题，不如说是两人对待爱情都太自私。如果双方能够互相理解和包容，多一分担当和付出，也许爱情离他们就不远了。大家说对吗？27岁貌美如花女大学生扬言只嫁5000万城市富二代。当有人认为她就是无脑且痴心妄想时，她像当有哲学意味的一句话，对的所有人哑口无言。其实在他的心中，嫁给富二代只是自己人生当中必将经历的一个过程而已。自己的思想境界早已超出了尘世的束缚，到达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好家伙，这是要拿拯救地球为己任啊！
女孩名叫周兰君，现在是一名大二学生。她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国企员工，母亲是大学宿舍阿姨。都说俊男配才女，白富美配高富帅，但很显然，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外在形象，都很难让人把她和身价千万的富二代联系在一起。但周小姐却不这么认为，当然她给出的理由也足够奇葩。之前我有去实际家人打听过我能嫁多少的，然后其中一个红娘说我可以嫁2000万资产的。主持人听了周小姐的奇思妙想后，觉得她的思想虽然大胆且执着，但还是有点不切实际，毕竟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嫁给富二代的。人家真的有5000万家产，人家父母对于儿子要找什么样的人要求是很高的。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普通人家的话，他们的婆婆也很挑剔的，都是很挑剔的。很多富二代他要么是游手好闲，要么就是很花心。可是很多人不是富二代，也是游手好闲，也是很花心。不得不说，周小姐的思路之清晰也是超出人的想象，就连见惯大场面的主持人竟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但既然人家报名了栏目，就应该尽量满足人家的要求。于是主持人便询问起周小姐的具体要求。要帅要潇洒，还得是个富二代，这条件真难围住了栏目组。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心的。于是主持人便好心提醒周小姐，很多负面的，真的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吗？我如果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他们能给我什么呢？能给我一片光明和未来吗？不能。如果不能的话，我会选择不去听他们的话，而是非常去听新的声音。既然周小姐不在乎，栏目组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按照她的要求为她匹配合适的对象。经过多方努力，栏目组在众多名车俱乐部里找到一个叫刘少的富二代。刘少不仅有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身价上亿。见面当天，周小姐也是精心打扮，早早的来到相亲现场，但主持人却在和她的交谈中无意中发现，你这个你下次出来的时候自己看一下，要抹匀一点，到时候好尴尬的。哦，明白了，谢谢丹丹。虽然有点小瑕疵，但丝毫没有影响周小姐激动的心情。不过等到快要见面时，主持人却突然接到刘少的电话，声称自己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是想问一下，你是不方便过来，还是说对我没有意思了？没关系，你可以直接说，没关系，这个我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的。哦，明白了。那好吧，不打扰你了。真的不得不佩服周小姐的大心脏，虽然遭到对方的爽约，但她骨子里的傲气却令人刮目相看，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嫁给富二代的决心。很快节目组又安排了一位叫皮皮卢的富二代，由于皮皮卢正好当天要去这商会办点事，于是相亲地点就安排到了这里。看来上次的爽约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到周小姐的心情，她一边欣赏着外面的风景，一边对着桌子上的果盘大快朵颐。你既然想要嫁入豪门，吃东西的时候幅度不要太大，雅观一点，优雅一点。明白了，谢谢指教。经过主持人的提醒，周小姐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点失态，也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开始坐下来耐心地等待富二代的到来。也许是为了体现自己的矜持，又或许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尊贵，于是我表示第一次有女生这样等男生的。他这一躲不要紧，当富二代皮皮卢到来的时候，栏目组找遍了整个这商会，硬是没找到他，最后还是服务员提供了线索。要说不说，这一招果然高明，大家闺秀是不能轻易掉身价的。两人落座后，皮皮卢首先询问起周小姐对相亲对象的要求。有什么想问啊？我想找那个父母比较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然后比较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比较有诚信的品质，这样子的话我才愿意喊他一声爸爸妈妈。在两人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对方的父母提出要求，这样的行为着实有些不礼貌。但皮皮卢却保持了很好的修养，不仅没有因此而生气，而且委婉地表示，想要当富二代家的儿媳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富二代的父母也会对儿媳妇有非常高的要求。学到老师听说的，就是你要在这些准备全部做好了，你再去选到，这样会比较好一点。不是等这些都做好了，我们显然周小姐还不具备嫁入豪门的基本条件，但她却并不这么认为。周小姐甚至认为，就算以后自己嫁入豪门，也不会为了孩子和家庭而放弃自己的事业，甚至自己可以补缺富二代身上的缺点。两人一番唇枪舌战，也彻底让皮皮鲁失去了耐心，于是假借有事要谈离开了相亲现场。在皮皮鲁看来，
跟周小姐的相亲就是在浪费时间。周小姐不仅优质而且奇葩，两人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再来又不看了人面的打电话，我进门屌两个就走。皮皮鲁的一番吐槽确实发泄了心中的郁闷，但如果他知道其实周小姐压根也没看上他，不知道当时的皮皮鲁又会作何感想。肯定不行，我跟他在一起肯定不会幸福。他除了给我一点钱让我做保姆的工作、带小孩的工作，其他不会给我的，所以我不要。其实周小姐并没有错，毕竟哪个女孩不想有一个好的归宿呢？但嫁入豪门之前要想清楚的是，自己真的具备驾驭豪门的底气吗？22岁可爱小仙女相亲之言，只有超级高富帅才能入得了她的法眼。因为我的要求比较高，看颜值吧，颜值好看的才能入我的眼。仅仅是因为自己有着貌美如花的颜值，他就认为只有顶级帅哥才配和他恋爱。再加上女孩在大学时就是万人追捧的校花，这就导致他对男生的颜值要求非常苛刻。我相信在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对于对方的这个颜值一定是有标准的，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高高的吧，然后看起来浓眉大眼，鼻子挺一点嘛，然后嘴巴看起来有型。作为一名千年难遇的绝世美女，女孩深知自己必须要找1.8米以上、有颜有钱的高富帅，因为她认为像马天宇那样的明星都一直暗恋着她。有没有哪位明星你觉得他是符合你的标准的？明星的话，对，马天宇。女孩认为，即便是顶流明星，也都对自己的颜值所深深痴迷，并且她还有着常人都不具备的优点。我这个人吧，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而且是一定要搞到手。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想要找到好看，找到长得好看的，然后也是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女孩名叫陈诗意，22岁重庆人，身高1.58米，现在是一名设计师助理，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别看诗意现在仅仅只是从事助理工作，但她的学历却是非常优秀的大专学历，那使得她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足以媲美一线明星。可她国色天香的颜值和倾国倾城的身材也为她带来了很多困扰。身为校花的她在大学时一直接触的都是校草男神，而这也就导致她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我是学那个是设计师助理，然后这边接触的人吧也是比较好看的。不仅如此，在诗意温柔可爱、美丽动人的外表下，竟还隐藏着一颗高冷活泼的内心。我性格的话是比较跳脱，然后就是有点不着边际的那种。据诗意所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为她沉鱼落雁般的容颜和古灵精怪的性格迷得神魂颠倒。可像她这样绝美的小仙女，相亲要求却并不高。首先，对方必须有房有车；其次，身高至少要在1.8米以上；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马天宇的颜值和彭于晏的身材。并且对于诗意这样的美女来说，她认为这些要求也仅仅只是最低标准。在大致了解了诗意的要求后，节目组便立马为她匹配到了符合要求的男嘉宾刘书豪，23岁，身高1.73米，现在正从事会计行业，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在得知男嘉宾的具体情况后，诗意则是瞬间表现得非常不满，因为在她看来，男生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见此情形，主持人也只好先拿出男生的照片，更没想到诗意在见到照片后，竟毫不避讳地表现出了自己对对方身材的渴望。人家经常健身，你看这个身材比例也不错，是不是？对呀，让我上去摸两把。出于对男生颜值和身材的满意，诗意终于决定给对方一个见面的机会。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见面方式。诗意宛如人间仙子一般，在树林底下翩翩起舞。他想通过她绝美的舞姿和曼妙多姿的身材俘获男嘉宾的芳心。可没想到，诗意如此用心的准备，却并没有得到男生的喜欢，甚至男生还直言表示诗意的颜值根本没能达到他的要求，并且他对诗意不化妆就来相亲这一行为表现得非常不满。无奈主持人也只好先将男生的想法全部告知诗意。可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是表现得更加自信。我对自己足够自信，就敢以不化妆来参加这次相亲，以这样自然的状态来面对。对，诗意认为像她这样天生丽质的美女，完全不需要靠化妆来打动对方，因为她本身的颜值就早已是绝世佳人。一旦化妆之后，她会害怕男生变得非常自卑，毕竟大部分高富帅都觉得根本配不上她。我现在来相亲靠的不是来化妆打动他的，靠的是自身的魅力。眼看着诗意如此自信，男生也被她的气质所深深吸引，于是二人便决定先玩会游戏缓解紧张的心情，同时在游戏过程中也能够加深二人彼此之间的感情。两人在商议过后，决定通过你画我猜的游戏来判断输赢，猜对多的一方获胜，反之输的一方则需要接受惩罚。游戏开始后，男生便展现出了极强的表达能力，很快诗意就轻松答对了4道题。可没想到，就在二人互换身份后，男生竟1道题都没有猜对。见此情形，诗意便瞬间表现
现得异常兴奋，随即还提出用抱着自己深蹲来惩罚对方，因为他自己也非常期待男生能够展现他健硕的身材。但就在这时，男生竟非常严肃地拒绝惩罚，他无法接受抱着对方做深蹲，他认为输给对方并不是他的问题。无奈主持人也只好先将二人分开做思想工作。可就在十一再次准备和男生沟通时，竟在转角处发现男生正在抽烟。抽烟我坚决不接受，我觉得抽烟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难闻，我闻到会呛。见此情形，十一对男生仅存的好感都瞬间消失，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吸烟的男生。他认为像他这样人见人爱的小公主完全没有必要为此委曲求全，但出于对对方颜值的不舍，十一还是决定向她最好的闺蜜征求意见。因为我觉得很多双标男都是那种，我跟你讲嘛，就是在外面呢，他给别个的印象上都很老实，营造那种很好的人设，回来之后都是两副面孔那种，那更可怕。你跟他讲理都讲不成头。在听到了闺蜜的建议后，十一对男嘉宾的态度便瞬间下头。就像闺蜜所说，这样的双标男根本配不上像她这样的女生。无奈二人的此次相亲也只好不欢而散。那么对于这样可爱的小仙女，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